Hello，宝贝们，这一节课的话，我们给大家讲解的是美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就是狼毫笔的认知以及选择啊。大家可以看到我桌子上有铺这么多的笔，那这些笔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去操作水彩。那我们究竟应该从哪几方面来进行选择？那这些笔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啊？那接下来老师来逐一去给大家分解一下。首先啊，我们从这一支笔，我们要怎么去给它进行一个认知啊？那我们要从这几个方面去给它进行一个解析。首先，第一点啊，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一个笔的它的毛啊，其实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它的毛究竟是什么样的材料去制作的？其实这个的话呢是非常多的种类的啊。其实大家最常见的，虽然说我们统称为这样的笔叫狼毫笔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实际细划分来的话，狼毫也是要分这样的完全的狼毫笔，还有这样的羊毫啊，还有尖毫。那这三者有个什么样的区别？狼毫的话呢，它的笔毛要偏硬一点啊，也是非常有弹性的，但是它的笔毛要偏硬。更跟它相对于来说，也就是整个正好相反的，更柔软的就是这个叫做羊毫，然后两者去结合，这个叫做尖毫啊，就是里面狼毫的成分也有，这个羊毫的成分也有。它两者相比较之下呢，羊毫要更加柔软啊。我给它写下来哈。更软，它的存水能力要更强，但是相比较之下啊，这个的存水能力就要相差一点了。然后整个它这支笔的弹性会稍微找这个次一点，所以才会又出现一个尖毫啊。它的话呢，对于这两者的需求我们都能够满足啊，既有弹性又有一定的吸水效果。那在市面上我们多见于操作到的啊，都是这种尖毫的。也就是这样的笔啊，但是这样的笔它所含有的羊毫和狼毫的量也要稍微少一点，它这个里面也有同时添加到尼龙啊，这个就会造成它笔毛的一个造价会再偏低一点啊，也就是更便宜一点。那这种的笔的话呢，才适于我们操作在美甲上面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上面我给到大家的这个只是举例，但是你要真正操作在指甲上，大家看到它实在太大了，对吧？所以说它是操作于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啊去进行选择的。我们通过这个几支笔来给到大家一个认知啊。所以说我们先去了解它的这个笔毛的毛量，然后这个笔毛的一个材质啊，具体我们往后再去给大家去讲怎么样的才能操作在指甲上，好吗？什么样的一个弹性更适合于操作在我们的指甲上啊？那这个是这个尖毫的。那其实尖毫来说，除了刚才我们有给大家提到过，就除了有这种狼毫、羊毫、尖毫之外，那其中还有很多是这种啊，里面还有兔毛。兔毛的话呢，就相对于来说也是啊，比较有一定的柔软性。然后的话还有就是里面也有添加到一点点尼龙的材质啊，所以你看它的颜色上是不太一样的啊。这种也是我们在纸张上呢操作的时候会偏多一点，会用到这个啊。那么这个是以上的是这种狼毫、羊毫、尖毫，对吧？那我们还要有涉及到一种啊这样的。这个纯黑色的啊，黑不溜秋的啊，这种笔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是一个完全是黑色的。这种的话呢，跟以上的这些有什么一个区别啊？它这个要涉及到它是动物毛了。动物毛的话就是有貂毛，有这个松鼠毛，这两者啊，给大家写一下哈。貂毛以及松鼠毛，它俩的优点在于什么啊？蓄水量特别足，比前三者都要足啊！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提升啊！一般在我们在纸张上操作的时候，大面积铺色啊之类的，你都可以说直接用到它，它的造价会偏高啊。就是动物毛的话，它的造价都是会偏高的。你像狼毫的话，它用到的是什么狼毫啊？就是
就是黄鼠狼的尾巴啊，尾巴的那地方的一种毛量。然后羊毫的话，一般会选取都是白山羊的尾部的这样的毛，但是松鼠毛的话，大家其实就是从这方面理解来说，它要更珍贵一点，对吧？因为它的整个笔毛的话，才会是呈现出完全这样黑色的，然后它吸水量特别足，吸那个颜料的能力也特别足。你在操作它的时候，你是需要大量的水，在这几个啊相比较之下，它在操作的时候是需要操作大量的水以及吸附大量的颜料的，所以在我们铺色的时候啊，它可以做到久久不断色。所以做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说它呈现出来的感觉好不好，肯定要是更容易操作一点，而且宝贝们操作的时候要更丝滑。但是它会有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初学者的话有一点不是很能用的明白啊。你在用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困难，因为它实在太软了。它的特点既有吸水效果极佳啊，吸水效果，差点又要写错。和蓄水效果，哎呀，这怎么搞的？而它的缺点就是新手不太好掌握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较吃颜料，因为尤其是我们同等换算啊，你放在那个纸张上来说，可能就是非常那啥一点，就非常好操作，不是非常好，这个会感觉特别好，效果特别好。但是你要放到指甲上来说啊，它吃颜料这一点的话就比较吃亏，因为我们在操作在指甲上，其实它就需要那么一点点颜料，但是你却要用这支笔，你想画出实色线条的时候，你要吃进去一大堆颜料，它才可以做出很实色的那种效果。对吧？那所以说我们这种的话呢，小松鼠毛，哎，才发现我自己写反了呀。这个是松鼠毛的啊，这个是貂毛的。那么所以说，那我们在操作在指甲上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说吸了一点颜色，哎，你操作出来了，然后结果洗掉的时候，你发现浪费了很大一部分颜色，对吧？那这个就是我们没有选用这个松鼠毛啊，作为我们的这个操作在指甲上的用笔的一个原因啊，不是说它不好用。而是它会有一点浪费。那用羊毫的话呢，或者说是狼毫的话啊，或者说这种尖毫的，哪一种可以操作在指甲上啊？完全是狼毫的话呢，它笔毛太硬，我们在做晕染效果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去揉颜色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感觉是比较沙沙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在画面上打开颜色的时候，它不会说是出现特别干净整齐的效果，我们需要让它有一点柔软度。那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通常也不会选择到这样的羊毫啊，因为它弹性的话没有那么好啊。基本上我们在美甲当中会选择这样的尖毫，或者说这个貂毛的啊。貂毛的话是属于是在动物毛当中比松鼠毛的这个吸水效果稍微次一点点，然后造价的话也稍微低一点点，但是它是兼容了这个蓄水能力和吸水效果极佳的这一个特点，它有保留下来。什么意思？就是在于跟这一支笔啊，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把这些笔给它缩小化了。缩小化之后呢，这个笔是可以操作在指甲上面的，我们来用作。就相当于是这几个的一个缩小版啊，就是尖毫的这个，因为它并不能做成纯粹的狼毫或者纯粹的羊毫啊。刚才这个缺点老师也优缺点给大家说了，所以我们做成缩小版的这种尖毫，它不是说不能做在那个美甲上面啊，这个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貂毛的啊，后面的话你还会看到几个啊，这个的话就不用说了，这个是在作为画画的时候啊会用到的一支笔啊，在美甲当中你看这么大刷子完全不用考虑了，这个通常是铺水的啊，在做纸张上的时候完全铺水用的啊，大面积蘸水的。然后这种的话它是就是尼龙的材质会多一点，然后它会有一点点的掺杂着这种
煎毫在里面啊，这样的话它会有一点点吸水性。一般我们在纸张上去勾线的时候啊，稍微会来一点，但是它的笔毛的弹性是有了，因为尼龙的材质弹性都会比较足，但是吸水能力会差很多啊，就是它的水分在里面挥发的会特别快啊。那这一点的话，所以说我们不去做选择，对吧？那我们留下来的这几种啊，已经给大家讲好这几种区别了，那我们具体就要讲一下剩下的这几个的一个区别是啥了，对吧？那首先的话啊，我们从造价上来说，那肯定还是貂毛要稍微高一点啊，造价稍微高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会稍微便宜一点啊。那它的效果的话，刚才也有不断的听到老师会提这样的几个点是什么啊？一个就是它的吸水性，对吧？吸水效果、吸水性，一个就是蓄水性，它两者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啊？吸水性的话，就是指它能吃多少水，能吃多少颜料，是这样的。同样的一个颜料，我们能不能说完全都吸附到这支笔当中去？这个就是指它的一个吸水性啊。哎，你看它都是有这种干掉之后，然后笔毛是这种完全散开，是这种炸开的一个效果。但是这个的话呢，它是在干燥之后它会稍作松散，但它基本不会炸毛。然后的话呢，我们再去蘸水之后，哎，它完全也是这种聚拢效果啊。然后它的笔毛会比这两个偏短一点，这也就是它的出锋会稍微短一点，对吧？那整个它吃进去的颜料有多少啊？你不要看这支笔小，但实际上它的吸水性要更足，也就是它吃上来的颜料会更多。我们可以给大家去看一下啊，那同样说是一个颜色，比如说像是这个颜色吧，我们用同样的一支笔啊，去揉出来3堆儿，确保它的量是一样大的啊，然后再往里面加水啊，确保它里面的这个颜料要足够的多，这样我们才好去做对比，对吧？往里面去加一点水，这个好像有一点少啊，这回是差不多的了，对吧？好，那我们把这个笔给它洗干净啊。那同样的一个量，下面可以看到我这支笔啊，它是可以这样去吸。它要靠的是什么呢？它的笔毛为什么这么长，对吧？它要靠它笔毛的长度来增强它的吸水效果。就是它要靠着笔毛的长度，它才能完全把这一块颜料，哎，咱们完全吸进来，但并没有很完全啊，它还留了一点，它吸不进来了，已经吃的够饱了啊，已经完全都吸附好了，吸附的满满的了，就是它就是能吃到这些颜料啊，对吧？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吸水效果啊。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边，那再看这支笔啊，我们也是给它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在纸巾上吸一吸，哎。让它是一个干燥的感觉哈，然后我们再去吸这一部分颜料，也是完全把这个笔毛给它压开，压上去，可以看到它跟这个其实是差不多的，它俩吃进去的颜料都是差不多的啊，都是这样的一小点点，对吧？一小点点一个感觉。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笔毛的啊，也是换一张干净的纸巾啊，也是把我们的笔去洗干净，吸一下笔上的水分，然后去吸一下它的颜料，对吧？这样正面、侧面，哎，完全吸饱了，不能再吸了为止。对吧？其实来说，它差的不多。看一下剩下的这3堆儿，对不对？剩下的差不多，但是我们吸上去的啊，你要重点去看它的什么？它的笔毛有差这么多哎，笔毛从长度，从它的一个口径啊，也就是它整个笔毛的一个粗细，对吧？它是要比前两者要细，而且要比前两者要短。但是的话，它的吸水量却可以达到差不多的一个效果，这就是因为它笔毛的一个原因。如果它的笔毛跟前两者做的一样的话，它吃掉的颜料只会更多，对吧？
对吧？那对于我们在操作上，在美甲上面来说，那它只会更浪费，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才会把这个貂毛做的稍微小一点啊，做的稍微短一点。那再去说它的蓄水性啊，什么叫做蓄水性？吸水性好的同时，其实吸水性要去说的话，这几个差不多，对吧？因为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靠那个笔毛的长度去找齐嘛，对吧？所以从吸水效果上来说，这3个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啊。你要是硬说的话，这个笔毛更粗一点，可能它吸的还更多，对吧？但是我们要考虑吸水效果的同时，也要考虑它的蓄水效果。蓄水效果就是指同等的水量之下，同等水分，拥有同等水分的时候笔毛，也就是颜料颜料和水分在笔毛当中风干的速度。这一点它叫做蓄水性。这一支笔的话，我们再从这一点方面去对比假如说同样的去吸入少量的这个水分的时候，再去给它轻轻的在指尖上都吸一下，轻轻吸一下这个时候的话，你在一张纸张上面去给它做一点小小的细节的绘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笔毛会很快的会干掉。这种效果的时候，就是说明它的蓄水能力不强这种时候它就要干了，就是明显它的笔尖的位置要有一点发枯了那种现象了。这个就是证明它的蓄水效果就是上面存有的这个水分在笔尖，它会挥发的速度会快一点你看还能画多久我们可以说再画一下。正常来说应该这几个同时开工因为现在它在空气当中也有风干的成分。看就是这种我需要笔尖轻轻的去滑动它的时候，它滑不上来了，那我就得需要这样去压笔，就得靠这个地方的水分去找了，它开始出现这样很斑驳的时候了。这就说明它的笔开始已经要干掉了从前面开始没有那么均匀，然后再到它的颜色有变粗，再到它就出现这种很干枯的线条，这个就是证明它要干了这个的话，其实这个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应该从细细的开始画。可以看到这个笔毛要比前者的话，它其实是更细的但是也很快。它这个位置的话，要出现这种比较干枯的感觉了，就是我们开始要靠压笔才能出颜色的时候这个说明就是它的笔尖的水分有点不强了。这一点我们体现在指甲上来说，其实就是你取上的这个颜料它在指甲上面，在我们去绘画细节的时候这样去随便就可能就是说画个竹叶啦，对吧？画一片叶子啦，这种感觉，它是不是很快的能够画完之后，然后去给它再进行下一步操作，还是说就画2笔它就干了就是这个状态。那比如说我们就勾勒一个特别细腻的像在勾勒纹路的时候，我一般之前我有画过那个凤凰的羽毛，我就是这种一根一根一根这样去画的。那尤其是这种浅色其实还好今天取这个颜色比较浅，那假如说我是取那种特别重色的时候效果其实更明显。再去对比一下就
画稍微细一点。其实要看的就是它笔尖是否会干燥的非常快。我们可以放慢一点速度。大家这个时候可以放一点倍速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能画多久。它这一点就是雕毛的时候有一点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可以一直画，画到什么程度呢？画多久呢？直到这个颜色它越变越浅了，越来越淡了啊，呈现不出来效果了。但是你会发现它从始至终都是这样的均匀程度。换一个，画到这儿啊，它可能稍微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干了，对吧？这个时候稍微有点干涩了，而且它是最后去画的啊，也就是说它已经在同样的取水量的情况下，在空气当中风干的时间更长了，但是它却画的却是可以更久一点，对吧？其实就是这个区别啊，这个就是它的蓄水性。这一点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在指甲上来操作的时候的话啊，像老师刚才说的那一点啊，我们在这个颜料，我同样去取一笔，比如特别深的颜色，其实颜料越浓郁的时候，它是越容易干的啊，就是它干的会特别快。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在这样的笔我们再去用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在指甲上面写几个像几个像毛笔字一样的感觉啊，很有那种古风韵味的效果。那发现没写两笔呢，它就干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重新需要去蘸颜料，然后又写两笔又干了，又去重新蘸颜料。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非常费颜料的，它比较浪费啊。那像这样一支笔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在去给它操作的过程当中啊，它可以不用你来回换，直到它可以用到，直到我们这个颜料它已经说要越变越少了，也就是颜色越变越浅了啊，这样的时候我们再去蘸颜料就可以了。所以它其实是来说是非常省颜料的一支笔啊。那刚才大家还会说听到老师去说几个关键词啊，那我们在认识好这样的它的一个毛的材质之外，我们还要认识这支笔的一个构成啊。这支笔的话，刚才老师有说过，它笔的一个笔杆啊，笔杆的话，大家可以说是这个就是有这种木杆的啊，这种木杆的，有这样的木杆的，上面是刷漆的这种，也有这个是咱家这个是实木杆的啊。这种的话，就是它的握感要更舒服一点啊，稍微有一点点粗的，然后这样去握着更舒服啊。像这种就是比较细感一点的。啊，这个是其中一点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口径。口径的话是指什么啊？口径的话就是指它的笔毛，我们这么去看啊，这么去看，这个直径啊，它里面都是一个这个笔毛的粗细嘛，其实就是指它的粗细啊。这个里面这个圆，它的一个直径是多少啊？这个就指它的就是它的口径。然后还有一个点叫出锋。出锋的话其实更好理解啊，就是从它的笔毛这个根部的位置一直到它最前尖这个地方，它的这个距离是多长啊？这个叫做出锋。然后我们要认识到这一支笔啊，这一个笔毛，我们从下笔啊，从这个地方，对吧？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这个地方就叫做口径，对吧？啊，然后这个长度就叫做出锋，对不对？那然后这个笔的笔毛当中啊，它的这一个地方，这一部分啊，也就是这儿最根部的这个位置叫做笔根。那不难理解，正好相反，这个位置叫做笔尖，对吧？然后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哪里啊？就是我们正常这一支笔，正常来说它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不再去写字的时候，它就是这样一个括号。这个笔到前面收尖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我们有所收尖，对吧？这个位置叫做什么？笔腹。
通常我们再去压笔画什么东西的时候，比如说画一笔叶子的时候，通常由笔尖深入，然后笔腹去下压，然后根部不动然后收笔，从笔尖再收笔，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就是我们完整的一节关于朗号笔的认知。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朋友们，下节课